好，观众朋友，今天纯军事消息，我们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大陆的火箭军王牌基地。今天有2个基地正式的曝光了，等一下带观众朋友一起来赶快看到哦。首先，我们等一下会关心到的是东风26，现在确定锁定的是关岛。另外一款我们会来关心的就是东风17了，锁定的则是台湾。中美飞弹竞赛正式开打，谁输谁赢？等一下一起来看。赶快来看到刚刚讲的2个重点基地。首先看到来自于《纽约时报》报道的第一个基地，就是在安徽的611旅。现在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发射台啊，已经翻倍了，来到了36座。部署地区主要是要威慑亚太地区，被称为是关岛快递的东风26。好，这是东风26。接下来第2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东风17了。距离台湾非常的近，只有579公里，所以这个被视为就是要锁定台湾的一个武器。好，我们先来看到2款的武器的性能做一个对比。首先来看到东风26，它的最远射程达到了4000公里，重点是它可以装核弹。那么它的特点是以公路机动为主，战略用途主要正则是第2岛链的关岛哦，还有区域上面的封锁。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东风17，最远的射程达到2500公里，是属于常规性的武器。那么它是高超音速、可变轨的，成为了目前主要针对台湾的一个主力。根据了解，它是可以突破任何的拦截，都没有办法给它拦截下来的，速度是5马赫。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心，请孙委员带我们看解放军现在东风26，根据了解库存已经达到500枚了。美国智库认为说，这将让美军是无法干预台海的，真的是这样吗？美国有办法压制吗？委员怎么看？对，我先从几个层面来看这件事情哦。就是自从美国这个迅雷不及掩耳的轰炸过伊朗之后，再看到卡达莫名其妙的在美国默许的情况之下被以色列轰炸之后，现在全世界跟美国不太对盘，或者可能将来预测会不对盘的国家，现在都开始提高警觉了。那么甚至你就看到像中东这些国家，连沙特都要跟巴铁结盟了，就是因为过去沙特长期以来是依赖美国的，现在他想一想，美国实在不太可靠，我还是要多拉一个盟友来作为保障。所以不要说是中国大陆在做这个部署了啦，我相信全世界所有的国家跟美国现在不太对盘，或者可能将来会不对盘的国家，都做了相对的部署了，因为谁都不知道美国会不会玩同样的在玩这一手的这个策略来打击你。那事实上，对于军事的这个装备的部署哦，本来就是一个铜板敲不响的。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就现在这个《纽约时报》登出来说，中国大陆部署了多少飞弹哦，在哪里部署了多少，就是为了针对美国。可他有没有回过头来看一下，那美国过去这1年在亚洲部署了多少是针对中国大陆的？他在菲律宾、在日本、在韩国，他在这条防线上他布了多少飞弹呢？那如果你是北京政府，人家都布了这么多飞弹了，你不布一点，这还得了吗？所以我说这叫做一个铜板不会响啊，你知道吗？这2个铜板才会响的。所以当时我们看到那个时候的这个古巴危机，就是一个最有名的例子啊。今天如果苏联要部署，美国就动手，没有办法的。连美国都不能够容许苏联在古巴来部署飞弹了，你现在美国在中国大陆这个第1岛链的这条防线上部署了这么多，摆明了就是针对他的飞弹。然后呢，你叫他摆在那里束手待毙吗？或者你跟他讲说这些飞弹不是打他的，不要误会，这些飞弹是打中亚的哦，或打欧洲的，他会信吗？所以我说，其实这个始作俑者哦是美国的部署，美国大量的在部署飞弹，所以中国大陆当然必须要采取这个被动，必须要采取同样的这个态势。那你说对？为什么要做这个关岛快递哦？那当然是因为如果台海发生战争，所谓的这个区域戒指或者是这个反介入，其实当然关岛是大家认为是最有可能的美国的第一条的这个前线哦。所以对关岛也好，这个采取一些威慑的力量，某种程度就是希望让美国知道说你不要介入，未来如果台海会发生任何事，你就站在一旁看就好了哦。那么甚至你看到像东风17针对台湾，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太意外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我要强调那句话，中国大陆不会主动的攻击别人，从历史以来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此。现在所做的这些布局，我认为都是有威慑的意味，有嚇阻的意味，
做这些动作其实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他根本就不希望发生战争，所以他要告诉你不要介入这件事，或者是不要玩火啊。好，中美现在也等于说是这个飞弹的竞赛也全面的开打，大家都在提升自己的威慑力。那美国也直接点出了一个具体的数字，就是4年，他说解放军增加了50%的飞弹，达到了3500枚。所以现在美国也希望再次的加强自己的军工产业链，要火力全开。他们最新也喊出了一个数字，是来自于赫格塞斯自己说的，要将导弹的产量再增加3倍。那他也列出了12项会优先来做增产的武器，包括了爱国者防空导弹，还有远程反舰飞弹跟增程型的飞弹，还有精准打击的飞弹。但是呢，他们从生产到完全组装需要2年的时间，就被看笑话。到底美国会不会被大陆给彻底的甩开呢？苑老师要怎么看？告诉大家一个消息啊，这个大陆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叫耿爽啊，最近突然提出来，希望美国能够放弃所有的中程导弹，啊，然后呢，实际上呢，就是针对于这个问题做回答，就说你要不要军备竞赛啊？竞赛的话，你不放弃，我们也来，对，啊，那么这个中程导弹其实很敏感，原来是美国跟俄罗斯签的。现在美国的话呢，片面先撕毁，俄罗斯讲说那我们也来生产。那现在的话呢，就是中国讲说，美国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啊？你要不要放弃？如果你要搞的话呢，我跟你讲哈，海格塞斯讲的话都不用相信了啊！一个做节目的主持人，我说这良心话，由我的身份来评论他，就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这个事情他不可能追得上中国呢？主要原因，第一个他人手不足，做军事科技的话，那个不是一般的工程师，那个是要非常非常高速。那美国现在本身来讲的话，这个人手在发展的话呢，尽量外包的情况下，人手第一个不足，第二个的话呢，它的材料不足，主要是稀土不足。所有的进步的军事科技里面所产生的，尤其是这个导弹性质的，这个导弹要能够察打一体，这个察是靠雷达，那个打击的话是靠他们的新的燃料或什么的，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这个部分。然后第三个，美国生产的军事科技所产生的导弹成本太高。啊，真的是成本太高。如果一下来3倍，如果海格塞斯这种讲法的话，也可以稍微了解到，因为美国的军事预算大概1兆美元就那么多嘛，所以说现在的话，把所有将军叫过来说，原则上为了要生产多一点导弹，你们通通得滚蛋啊！大致上就这种消息啊，所以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就可以感觉到说，目前为止啊，这个大陆的这个导弹的设施的生产啊，因为这个是的确以航空母舰配合导弹的发展是大陆新的策略啊，请记住。大陆现在要打一场跟过去完全不一样战争，在93阅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陆的武器绝大多数是属于系统性的、跟立体性的、跟无人性的。为什么要做成这样子呢？因为大陆所有的你看得到的武器都有无人装置，然后这个无人装置里面都配有雷达，就是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啊。至于说你讲到说是那个东风17是针对台湾的，其实我还是有一点怀疑，因为我觉得所有的导弹都是针对美国的。啊，所有导弹针对美国，因为什么呢？因为对于美国来讲的话，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你一直打到这个夏威夷本土的话呢，那么他们都要能够打得到。所以说你可以看得到所有的导弹，那还有那个东风31、61，还有那个东风51，那全部都是针对美国的。好，不管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东风17是不是针对美国还是针对台湾，但是台湾这边也有所准备。我们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是这个2款武器，说是能够对付东风17这款幽灵飞弹的，因为本来被视为东风17是谁都无法把它拦截住的。那现在这2款到底能不能治它呢？等一下请干哥来看。第一款是天宫4，它具备变轨功能，有可能拦截极音速飞弹，但是实战的难度很高。第2款是铺路爪雷达，它有东亚之眼的称号，美国也承诺会做全面的升级。但是大家现在担心的是，在中东的战事发生的时候，以色列空袭卡达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当时被质疑是完全失灵了，根本就被美国给完全控制住。真的，这2款武器能够拦下东风17吗？干哥怎么看？好，那个我先要讲 PavePol 哦，PavePol 就是铺路爪雷达，在新竹乐山基地的铺路爪雷达。先跟各位讲，开车上去只能开车上去，因为不可能坐直升机上去，因为它在半山腰上面，开车上去。上次我们蔡英文总统上去过，开了2个半钟头才上去，下来比较快一点，要2个钟头才下得来。好，非常偏远的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吗？它就是终端高空防御系统，是美国啊。只在海外部署的2组，它的成本是400亿台币。那400亿台币当时是砸大钱，在台湾装这个东西。那坦白讲一句，非常的机密，因为大家
刚开始都不敢说实话，为什么？因为这套系统是可以侦测到周边所有国家，包括印度在内，当然主要目标是大陆，所有的弹道飞弹，只要你一启动，它马上就侦测到了。你一启动，发射的瞬间，乐山雷达马上锁定这个目标，然后美国就要下决心，是不是要启动防御系统？也就是说，像萨德像那样的系统，直接拦截。也就是说，当没有预警的时候，萨德系统它就必须要打飞弹上去了。好，我举例，在去年5月的时候，不是有个飞弹飞过我们的头上吗？然后是日本防卫厅告诉我们，刚刚大陆已经发射了一枚测试用的飞弹，叫东风5型，飞过了台湾海峡上空。其实它就已经飞过了花莲的上空。然后它飞过去，但是国防部马上就说，我们没有发布预警的原因是因为这枚飞弹是进了太空，所以不在我们的防御范围之内。我们很想大笑，为什么？岳老师已经在笑了。平常乱发预警，现在这个就他进了太空，然后你就认为不关你的事了。所以我们的铺路爪不涉及太空就对了。我们是铺路用的，我们是铺太空的。这根本就是好，我觉得我们现在讲的不是笑话，而是就是身为国家的机构，要用这一种方式来卸责、来撇清。铺路爪雷达，我坦白讲一句，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雷达，没有错。但是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我觉得现在这个问题还是一个疑问。但是我可以举卡达为例，卡达这次被修理了这么惨，然后卡达竟然完全浑然不知。好，外面就有人在讲了，其实铺路爪在卡达跟在台湾，全世界就只有这两套而已啊。我们不是中东的油长国，我们怎么会花那么大的钱？人家卡达是光是石油就可以抵债了，结果卡达也没有预警，我们也没有预警，所以铺路爪到底有效没有效，这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现在再来讲天宫4型攻势飞弹变轨，可以变轨啊，东风17一样是变轨啊，那叫什么？那叫先拼先，鹿死谁手还不知道。我现在告诉各位，从数据上来看，天宫4型要能够拦得下东风17，那都是理论。只有一件事情可以验证，就是真的打一次看看啊，就是大陆跟我们有一天友好了以后，你来试射，我来试拦，看看能不能够拦得到。以目前的技术范围而言，洲际弹道飞弹跟战略核弹是拦不到的，而且东风17的音速可能达到25倍，所以我觉得很多报道我们就是看一看，把它当作新知，但不要尽信，我们还是要相信专业。对，而且就像干哥讲的，我那时候看到他说天宫4可以拦截，原因是因为天宫4会变轨。因为我不是军事专家，可是我那时候第一个疑问就是，人家变轨，你也变轨，那这代表什么意思？你的变轨就可以打到他的变轨吗？是 suppose 你变你的，他变他的，各变各的，不是吗？所以这是好奇怪的逻辑哦。你说天宫4会变轨，那是代表天宫4很难被拦截。可是因为天宫4会变轨，它就会打下一个变轨的这个洲际飞弹吗？我觉得这个逻辑我实在完全没有听懂。讲实战，不要讲逻辑。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